好，我们回来继续来讲哈，金华城为什么这个事情呢？现在大家要持续的关注，因为跟你我他有关系啊，特别是台北市民，这个我们的纳税钱可能会有关系。好啦，因为现在呢，民进党的这个议会党团一直在讲说要。蒋万安，好硬起来，不要当软脚虾啊！要直接强制他停工。好了，可是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起诉书根本狗还没有拿到嘛，对不对？你也还没起诉，那你也还不知道说确实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现在呢，就已经说要停工，游淑慧就讲啊，那如果说他真的1个月后起诉的话，那再来办嘛。那现在蒋万安的做法就是停止施工勘验啊，确实啊，他要再盖下去，那他可能钱要不回来，那这也是一个做法嘛。那北市府哈，因为他现在就是他做了这个停工的决定，最后人家是没起诉，钱是谁赔？台北市政府呢，对不对？这一来一往都是钱，而且啊，也特别要提到的是，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些说法。那第一啦，蒋万安你得要认账，因为现在就是柯市府发的建照仍旧有效嘛，我们依法来论事，所以不要因为展现魄力就乱搞哦，这个是必须要依法行政的部分。那再来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有非常多的爆料，游淑慧的讲法是说呢，有一些。他好像有听过哦，但是不确定，有一些他根本就知道不是事实，所以现在的各方说法太多了，然后蒋市府呢就要变成炮口的承受处来请教。基本上呢，蒋万安现在的做法才是对的。简单来讲呢，今天他所谓的这个违法继续施工可以勒令停工，这句话当然是对的。但是现在已经确定违法了吗？好像还没有嘛，对不对？现在的北院呢，他的说法，那你所谓的违法是他的判决以后，或者你至少在起诉之后。那但是通常我们讲说他违了法，但是你真的要法院的判决。那所以说，如果今天你在判决之前，或者说在起诉之前，你就动作了，那后续那假设他没有问题，那人家就会跟你打官司。所以其实这些民进党的市议员是在害蒋万安，他是设一个陷阱给蒋万安去跳，对，然后呢，他让你就逼着你，然后好像一个舆论逼着你要去把金华城给停工。那后面呢，如果呢这个有功劳不算你的。但是假设说真的做错了，抱歉，台北市政府要赔钱的时候，我请问大家，第一个跳出来骂蒋万安会是谁？民进党，同一群人，对，这样子。你以为这些人会承认说是当时他们叫他停工的吗？不会，他们又会跳出来骂说，你当初怎么可以做这样子违法的事情，害我们台北市民有损失，害我们市民的纳税钱要赔钱，又是同一群人，我跟你保证。所以现在蒋万安他非常的审慎，他所有的东西你看他都会先发函给法院，等法院的回函。这才是正确的嘛？民进党骂的就是这个，说你干嘛都已经确定，不，一定要发函给法院。像先前这个柯文哲后来很后悔嘛，就是大巨蛋的事情处理。坦白说，如果当初大巨蛋的事情不要去听信一些特殊人的话，那早就大巨蛋就在柯文哲任内完工，也不会说在蒋万安任内完工。然后大家参加国庆晚会的时候，不是大家都很开心吗？那韩院长还很好，还其实邀请了陈佩琪。那佩琪他有这个就觉得不方便就没有来，然后呢，那就很可惜嘛。那但是呢，蒋万安他就有学到这个教训，就说不要去听信那些人的这个依法行政是最重要的当时我们就讲，如果大巨蛋要解约的话，就是大巨蛋跟这个市府北市府当时柯文哲时代跟远雄去解约的话。那他要所付上的台北市的赔偿金，赔给远雄的金额是根本台北市政府付不出来。对，那当时民进党的那些议员们，就同一群人，就一直那时候跟柯文哲还很好，他们就一直鼓吹说要跟远雄解约，要跟远雄解约，最后把柯文哲弄到骑虎难下。那跟他们分开了之后，他们就分开之后还是一直骂柯文哲啊，那没有必要一直骂柯文哲啊。然后最后。明明就用没有解约的方式，然后用修正的方式，最后柯文哲他整个政策转弯，用修正的方式要求远雄改进，人家也愿意改进，修正再修正，修正好了之后正式营运，他们还在骂，到现在其实都还在骂。可是给大家看的是什么？有一个大巨蛋能够在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是下大雨，大家在看棒球，对，虽然有一点漏水的情形，可是。
在下大雨的时候，台北是可以看棒球，那是多好的一件事。以前的棒球迷要看天气才知道你能不能看球赛，现在的棒球迷就算是下雨，他们也有一个地方可以享受球赛，不好吗？所以不要去听信这些人的话，我们就是依法论法，就事论事，依法行政。法院今天如果说这个已经违法，那立即停工。法院如果还没有判下来要求说要停工的话，那就不要理这些人的政治性说法。是，对你刚刚小娟说不要听信这些人话，可是这些人每天就在电视上面一天24小时不断的重播，不断的附送。台风天还是这个，台风还是继续再去讲，真的是从以前到那个休会时间出去国外一趟回来，怎么还是柯文哲？真的是，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到底这些。本来说是侦查不公开，好，到目前为止，你看看所有这些名嘴、这些明代，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全民都一起来看看这些，到时候柯文哲起诉书出来，这些已经2个多月的时候，每个人所讲的每一件事情跟起诉书里面的对照到底有多少？你要把它比对出来。那当初讲错的，已经是不断上演的，然后不断的扩大延伸出，造成整个人生崩盘的。如果就有这么大的落差，那这些人，你难道不需要谴责一下吗？你这个电视台就能够提供一个公器，让你无所忌惮的到处要怎么讲就是怎么样讲吗？那今天以蒋万安来说，我说实在，蒋万安是学法的人，再加上他个性本来就是非常的谨慎，他这时候依法来去做每一件事情，问到法院，请问何错之有？所以巧芯说的没有错啊，都是这一群人啊，要他去的也是这一群人，到时候要出来骂的也是这一群人。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些事情还是要造就很多我们所知道很多名不见经传的议员呢，因为柯文哲的案件，而我发现有这个人存在，就好像谢国良的罢良案件，基隆很多的市议员我都不认识，因为每天资权都来告诉你批评谢国良多差，你也稍微知道，就一如有人要去泛舟了，对啊，就一如像过去在批评韩国瑜，高雄市议员谁认识？你看吴小福、戚小福，每一个都认识，所以我觉得电视台真的就是造就这一些你本来不清楚的人，你给他一个舞台，他就有舞台，他就可以撒嘞金架起欧龙谁的这样子。我觉得这些人应该做比对，比对之后告诉他们哪些是正确，哪些不正确，你必须要为你的言论做负责，否则台湾的媒体生态永远都是乱成一团。要刷一波的 NCC 的责任吗？好，来请教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市议会开完大会之后才来录影的，对。其实事实上也没这么复杂啦，因为在台北市议会，其实现在议会已经有提案了。那这提案针对这个停工的部分，包括8、9位国民党议员也都有联署在内，我就不一一点出来，但这都是公开的资料啦。那为什么我说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本来市府做任何事情就必须依法行政嘛，就是说我们议员要求说要停工，但事实上市长本来就有这个行政裁量权，他是不是要停工，其实市长不用到中央，不用到法院啊，他就可以说了算啊。那当然，我想。做市议会啊，做市议员，我们对于说市府的预算、市府的相关的这个法律的程序要有所把关，所以我当然会觉得说，当然市府要去厘清这个法律的程序是什么，来确保说市民的利益不会受损。但是整体而言，毕竟我们金华城的围事已经是这么重大而且明确的状况之下呢，其实我相信跨党配大家都会共同来支持，说我们进一步来停工，让这个不要让我们金华城案在台北市里面变成一个重大的问题，甚至一个重大的危楼。好，但也必须要承认啊，就这件事情，它一切都还在审理当中嘛。那起诉书没有出来之前，无罪推定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要他停工，如果真的是有事情的话，之后金华城人家是公司，人家会来要求赔偿啊，那个时候又算谁的，对不对？这大家最在意的还是这件事情啊。我们先进广告。好，我们刚刚讲了金华城案哈，现在确实啦，因为已经羁押满35天了，所以大家一直在讨论，距离那个起诉书我们所看到剩不到几天的时间。突然间在这个时候，前时代力量的主席徐永明深夜 po 文，他讲什么？他说1毛钱也没拿，1毛钱也没要，不要再以讹传讹，金流不重要，拿钱最久最多的不起诉。后面还有文灿拿钱没事，没拿钱有事，甚至要赖总统不要重蹈覆辙。大家开始在讲，这一切到底是什么逻辑？为什么深夜 po 文，可能暗时困没起？好，也有人说啦，他是不是在为柯文哲喊冤？然后还有人说他下一步会加入民众党啊。有关于民众党，其实啦，虽然说现在党主席请假的党主席柯文哲人呢，没有办法来
来出席国庆的大典。但是呢，韩国瑜据说有帮他保留一个位置，甚至呢还曾经邀请陈佩杰就他的太太来听江蕙的演唱，就参加国庆晚会。所以在今天呢，很多人就是问到了民众党金内亚 gay， 他们说是真的。同时呢，他们也说要非常感谢院长，非常贴心，也很温暖。那当然啦，现在在立法院里面蓝白合这件事情，大家就会想那个氛围的问题嘛。没有哦，林楚英讲说，拜托，那个是大家都会这样做好吗？不是只有韩院长特别啦，以前人家也都这样啦。来请教一下民众党，以前是为了谁保留？陈水我们都有保留，为了政治惯例与尊重。以前有这对出席这重要的贵宾，然后被羁押在看守所，他是为了陈水扁保留吗？没有嘛，我们以前没有看到这样的例子啊。是，来，他其实啊，从选后啦，我觉得赖清德一直对柯文哲都另眼相看啊。赖清德像520就职的时候，国民党都没有人出席，对不对？民众党柯文哲率领8个都出席哦。他的就职，这个风度多好啊！哦，但是他们还是给柯文哲穿小鞋哦。嘿。那个以前蔡英文排的时候，都会把那个党主席哦，你会去排在几个主要政党那边坐。我们是排在跟一些小党啊，跟那些什么时代力量跟什么，就是跟那些小党这么坐在一起哎。我们是现在国会3大党之一呢。你把柯文哲排在边边哦，连那宋楚瑜的位置都比不上哦。以前会排在跟这个亲民党啦、国民党啊什么这一些的。就是人家就已经这么诚意了哈，然后还是那我想哈，觉得政治嘛，不外乎政治还是有人性的，有那个嘛，这是一个还是国家要和谐嘛。那韩国瑜呢，我觉得他展现出来，其实每一个国家有这种这个政治的一个人性面，政治有它的人性面，他现在在展现这个人性面，是啊。那上个礼拜就还说我在总咨询的时候，那咨询一半被韩国瑜给我叫停，说怎么我请了一大堆的什么部长在那边站得出来，让人家罚站，他就叫我先停，给人家。那时候快要10个部长跑出来护驾，然后呢，他就说：“你们先回座。”其实他们是自己跑出来，不是我叫出来，我也不能叫。但是他就是暖男嘛，哈，这就是院长，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好事嘛，就是不管是行政立法，也不用对立，大家好好谈事情啊。然后呢，院长包括政党，你看那个总预算被卡位，这关韩国瑜什么事情？这行政院应该要着急的事情。他也愿意出来扛这个什么吃和解饭。到时候吃的不好，韩国瑜又要满脸豆花。那我就让包括给柯文哲这一个让一个位置，是这个都是人性面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种是很好的事情。暖意收到了啦哈，但是乃金姐我们也要问啦，就是他们是这样讲啦，说大家都会这样做啦，但是问题是这个蓝白的氛围，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韩院长他去塑造出来的，包括退总预算这件事情，当然礼拜2的程序又再一次退了，那可是目前最新的一个民调是赞成这件事情的41.6%，不赞成的39.8%。那虽然说啦，对于蓝白委员的表现不满意是过半的啊，对于民进党委员的不满意的表现还比较低一点点，但是呢，在社会当中是不是自由公理判断？我不觉得社会在有关于退总预算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清楚的判断，因为你从这个民调上面来看，满意和不满意也都还蛮接近的嘛，或者认同不认同这个做法还蛮接近的，而且再加上呢，大量的绿媒呢在不停的这个放送，然后这边说要苦民所苦啊，赶快通过这个预算啊，然后趁着这个水灾的问题啊，就说你现在不通过这个预算都没有办法治水。这完全都是混淆事实的说法啊！但是这么强力的大的这个放送的情形之下，其实都还是在诉求自己的这个支持者的认同罢了哈。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觉得不是要看民调，而是要看最后处理的方式。我觉得在这个立法院里面，到底和解饭有没有吃的必要？我是觉得没有什么
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哈，这解决问题也不是靠一个吃饭就可以来去处理的哈。更何况呢，我觉得绿营的态度呢很暧昧，很奇怪哈。就你如果有心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他不需要吃饭嘛，那朝野协商都也是可以处理啊，而且也没有严重到说要行政院院长来出面嘛。可是呢，在行政院长出面的时候，他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强硬的，就是这一次之所以蓝白联手退回这个总预算，就是为了原住民的那个禁伐补偿条例嘛。那你为什么在这个禁伐补偿条例上面，行政院的态度跟立场要踩得这么硬，就是不肯把3万然后调整到6万呢？这到底是有什么浪费公帑的地方呢？可是卓荣泰呢，在立法院呢讲得这么的大声啊，我们不能够这样浪费公帑。他呛他说，如果你下次立法12万，我也要给你12万吗？然后他直接这样呛高金嘛。问题是说他不会是他没有定出这么离谱的不符合比例的一个条例，而且更何况当时在立法院审这法案的时候，很多的绿营的立委也是支持的啊，他们原住民的版本啊，对不对？是不是？而且我们是3读通过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他们是觉得原住民好欺负吗？觉得现在呢，没有办法，就透过这个案子，难道他们不怕原住民抗议吗？我觉得今天呢，蓝白在这个立场上面呢，去声援原住民，而且是立法院通过的一个法案，这个正当性是很足够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为什么不给这些医护人员那个点值，这个0.95呢？为什么不团结出这些人来，然后对于像民进党的执政当局来大声的，就是要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呢？你卓荣泰，你一方面在这个立场上面踩得这么的硬啊，一方面呢又去放话那种风声说我们要吃这个和解饭啊，然后又就故意来这个推脱。我不知道他们在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策略，他们是在等待赖清德在国庆演说发表了这个谈话之后，要下达下一个指令吗？就说这个行政院院长，你到底有没有你这个自主的这个能力？对于你未来的这个施政建设，然后要来寻求是一个比较能够让这个施政能够顺畅的，还是不停的在这个造谣，然后去破坏在野党的这个形象？然后你就认为你就可以取得你在施政上面，在民调上面施政的以此为满足呢？我觉得现在的行政院完全就是听上面的旨意在办事的一个行政院，完全没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施政方向的立场和目标啊。如果说从满意度来看的话一样是最新的媒体民调，在双十国庆之前，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51.3%是满意的，不满意的是32.4%，未表态的是16.3%。卓荣泰内阁的部分呢，满意度44%，不满意31.8%。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数字蛮高的，不是吗？就是这些数字是给他底气吗？我不知道但人民其实你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心里面不会有感受吗？来，请教家俊。基本上我觉得应该从这个韩院长帮这个柯主席留位置这件事情来看，就是说民进党应该学习一下院长的这个格局跟高度跟胸襟，为什么要为了这样子一个小小的点，他不放，然后来就是让这个我们退回总预算，然后就是有点怕狼化救狼，一直说就是你们有多坏啊，影响国家发展啊。其实他为什么不检讨说他的能源政策，然后影响我们国家？已经拨补了4000亿，然后明年还要再拨补1000亿，几千亿的花，结果原住民他只需要。目前高金委员说只差14亿就可以了，包括我们那个公粮收购价格提高5块，也可能加起来可能也不用100亿。那包括刚刚讲的乃金姐讲的健保点值0.95块，其实那个预算缺口只有300多亿，这几个加起来可能就是400多亿，不到500亿，跟他几千亿要补贴这个台电，因为他们非核家园的神主牌，这样一比较。孰轻孰重，为了国家发展，他不肯放，所以我觉得说，从这里可以看到说，韩国瑜院长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他有情有义，而且为了这个，他这一次担任这个国庆庆筹委员会的主委
他是非常的用心，费煞苦心，处处周到，就希望说好好的刷亮我们中华民国这个招牌哦。他前阵子不是讲说中华民国好像一个小老头关在小黑屋8年哦，糟老头，糟老头来形容。对对对，就是这一次他真希望说可以刷亮这个招牌，尤其呢，他这一次也国庆晚会有邀请到江蕙之外呢，这一次国庆烟火特别指定在云林办，这是113年来第一次在云林办。我想哦，你看他是我们云林的女婿，他很爱加分姐，我们是爱屋及乌啦，就是受到他的这个关注哦。那我们这一次哦也预告一下，我们的国庆烟火也会非常的，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哦！邀请大家一起到云林来看长达41分钟3万颗的烟火。好，国庆大家应该开开心心的。那中华民国嘛，这个是我们身份证拿出来，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所以在这个时刻，大家就讲说多一点爱与包容啊。但是呢，问题是在这样的一个两岸氛围，这样的一个蓝绿白不是那么样合的氛围之下，明天的国庆文告，现在讲来讲去都是那个国庆文告，真的很在意呢。我们先进广告。好，我们现在讲在台湾的氛围到底是什么呢？是这个星期周末，星期六来接林右昌。现在5大弊案的 SOP， 为什么？你会说，因为罢免案在进行倒数当中嘛，13号投票哈。可是问题是林右昌突然深夜又发文了啊！这个发文之后呢，大家就在讲说他要的到底是什么？那罢团出来呢，就讲了为什么要罢免谢国良的7大罪状，说他拒绝沟通啦、违法乱纪啊、政策套票啊等等等。黄国昌直接问啊，说这是在吐槽民进党吗？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必须要理解哦，其实一开始他们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罢免？其实针对的是那个东岸停车场嘛，当时的这个案子。那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案子呢，在国民党他们的申诉之下，基本上呢已经好几胜了。那如果说4胜之后，现在你要来办这个罢免，那原本的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已经不再这么有正当性的时候，大家在问啊，到底这件事情最后基隆市民会如何来做判决？好，不过也在这个时候什么都要小心，因为呢也看到了说重阳礼品里面竟然有夹带反罢免谢国良的文宣，这是今天的一个新闻哈。基检这边呢说已经分案调查，但是当地的里长是再三的强调说不，不是我没做这个代志哦。这个是中正里的里长，他有跳出来讲说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好，现在呢这一些人都还在这个进行这些的讯问啊，或者是呢要来了解说到底有没有影响选举的意图，或者是行政不公义的问题。来，我想要请教一下巧芯怎么样来看目前这件事情啦。当然，民进党一再的强调，这个是地方民众自发性的一个罢免行动，所以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第一件事哦，其实最近就是离这个罢免案的时间越来越近嘛，然后呢，就真相就越来越呼之欲出。让我个人感到最惊讶的一件事情是，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很多新闻，有一个男子就是戴着眼镜的，然后就很激动，一直在这个罢梁，然后在台风天的时候也冲出来罢梁，然后几乎在每一次有罢梁的新闻的时候，他都首当其冲。然后我现在才知道他不是基隆人真的吗？真的，他在那个就是山海公民拆梁的行动里面的影片说，其实他是外县市来的志工。我个人感到非常的震撼，因为我在就是去声援我在声援谢国良的时候，那个人也有在，所以我也看过他本人，然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不下10次，就是非常积极的参与罢免谢国良的活动，然后他的口音是香港的口音，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他是一个香港人吗？还是他是台湾人呢？我也不知道，不太确定。因为我听到他香港口音，所以我特别印象深刻。结果呢，我看到那个影片，原来他是来自外县市的这个志工哈。那再来就是呢，最近他们一直在举办各种音乐节，然后结果呢，来的人数都寥寥无几。那再来呢，就是说，这个好像都是一些长辈，就年纪比较大的，可能就民进党的支持者，就是那种比较基本教义派，那还是去参加民进党办的活动。然后呢，因为最近台风嘛，所以呢，其实也是
谢国良的一个考验。那因为呢，这个整个时雨量，你可以看到的降雨量，基隆市这些年来最大的降雨量，不是在高雄，是在基隆。所以基隆当然有淹水的情形，可是可以看到基隆市政府也很积极的在赶紧的去将这些淹水的区域，那赶快把它完成。所以我觉得呢，这次也给了市民一个机会，看到就是说基隆市政府它的能力。好，就是说天灾难免，但是呢，你要怎么样快速的去帮助这个城市，那解决难题？我觉得这次可以看到基隆市政府的能力，那反而是看到基隆要罢免谢国良的市议员。他说呢，要去泛舟，要去泛舟，然后引众怒，就大家就觉得说，你有必要为了要去嘲讽谢国良，你一个市议员的身份，然后戴着这个帽子说你现在要去泛舟吗？要去开 party 吗？这个是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那结果呢，谢国良他是每天都在看灾，帮基隆人恢复家园，这个是基隆人他最能够感受到的事实。事实是，有些基隆人的家里是淹水了，没有错。可是市长同时也在很认真的帮基隆市的市民恢复。那最后就是东岸广场的事情了。东岸广场，确实他每一个官司目前为止，这个谢国良都是赢的，而且大日集团还因为这个有这个汇款的关系被起诉了。那后来呢，我们就知道，原来他们在这个签约前就知道未来这个大日集团可能会被起诉的事实，所以没有跟他续约。那这不就叫做有先见之明吗？为什么要去罢免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市长呢？如果你跟他续约的话，那现在爆出就是弊案嘞。所以该被检讨的是谁？可能涉弊的是谁？是林右昌啊！所以林右昌自己不思检讨，还每天想着要罢免谢国良，这个有道理吗？这不就叫做欺负老实人吗？最后我再讲一个，他们最后一招叫什么？叫做抗中保台。所以沈伯洋跟那个林右昌的妹妹跳出来了，他们现在最新论述告诉大家，很妙哦。他们说基隆港是守护台湾的第一线，能够把这个基隆港守护台湾的重要防线交给谢国良吗？还说呢，这是那个林右昌的妹妹说的。再提醒大家，基隆呢，这个谢国良想要跟中国大陆呢办双城论坛，基隆是军事要地，难道是要让中国大陆的人民解放军来参观军舰吗？不好意思啊，军舰是属于我们国防部海军管理的，跟基隆市长没有关系哦，他是不能让人家上军舰。所以这些就是摸不着头绪的论述，竟然变成在罢免选前的最后关头是抗中保台，显然这就是没招了嘛，所以才说民进党现在据说新闻上写的，他们很担心最后的结果会是就是这个不同意罢免票大于同意罢免票，所以我们最后就是要再催票，希望说呢这个选举我们是打热战。就是呢，不是说哎呀等着别人就装没事，是支持谢国良的人要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这是我们最后一定要有决心要做的事。好，我想请教乃金姐的原因是因为在现在这个罢免案，当然大家会直接类推回去，记忆里面犹记深刻的就是罢韩嘛，对不对啊？那一次他们是民进党几乎倾全党之力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才有柯老师刚刚讲的什么纪晓芙啊，大家现在通通都认识，甚至呢出来选议员了。好，可是问题是呢，在这一次大家也发现，民进党里面好像就是林右昌出来，有人媒体是这样形容叫单兵接战哦，他加上侧翼，然后加上这个基隆市议会这样单兵接战。但是呢，大家也在讲谢国良他本身的那个仇恨值，跟当年韩国瑜的那个时候的状态其实完全不一样。只是说呢，民进党现在的这一些的状态，您怎么样来分析？因为他们其实有些时候站得比较外围一点点。我觉得民进党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啊，从罢韩开始啊，开启了这种罢免的一种仇恨啊。我觉得罢免本身是有毒的，它对于我们的民主政治呢是有毒的。你怎么能够就说我这个选输你，我就罢免你呢？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愿赌不服输，我这个对于这个民主政治的稳定性来讲呢，是彻底的破坏啊，然后永无宁日。但是呢，为什么在这一次罢免谢国良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民进党是来势汹汹的啊，就以这个东岸这个商场呢作为一个起始点，他们不但是民意代表，然后还结合了律师界哈，然后在这个网络上面呢，就打击这个
谢国良呢，就是一个好像去侵占哈，而且是要去强占啊这个民产的一个这样子的基隆市长的一个形象。可是为什么后来有点往下滑？我觉得柯文哲的案子是一个因素，但焦点呢转移到这个地方，还有就是高雄呢遭遇到了这个水灾啊，我觉得这个相当的一部分呢也把焦点转移了哈，然后呢再去看待高雄市在高雄、台南的这个淹大水啊，在对于分散这件事情的这个焦点上面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因为谢国良他在法院的官司上面4连胜嘛，对，这个就打毁了当初罢良团体他们对于谢国良的一个起始的原因，就是为了这个东岸商场。可是这谢国良他们的官司呢，这4连胜呢，不但证实了基隆市政府呢是一个捍卫基隆市市产的，而且还揪出了这个厂商呢对于林右昌时代的官员行贿哈，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被揭开来之后呢，给予了这个谢国良呢应该要让他继续做这个基隆市长的正当性，这个相当程度了抵消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种冲力了哈。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谢国良来讲，就是剩下的最后1里路，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呢，10月13号啊，礼拜天，这个罢免案这件事情上面呢，所有反对罢免的基隆的市民呢，这是要站出来哈，要去制止这种仇恨政治、这种有毒的这个罢免的这个政治呢，在台湾呢继续的这样的毒害下去，这个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实在是太不健康了。好，其实呢，这件事情有很多人把它升为一个蓝绿的对决啦。那这一位韩国瑜之前呢，大家在问说，因为他其实都还没有去嘛。大家在问说你会不会去？你会不会去？后来呢，据说他几经考量之后，党内高层人士有跟他讲说，这个呢其实是恶霸的风气，所以呢要止住。据说啦，他最后会决定会出席10月12号的蓝营造势晚会。那现在其实民众党的部分好像在之前呢，哈，因为目前副市长也是民众党的嘛，哈，目前也有一些的做法是，对，这个基隆的淹水，我看卓荣泰哈，有去看灾嘛，那我看他跟谢国良2个几乎完全没有互动，啊，灾情啊，市长啊，那个很像落汤鸡一样的，然后在那边呢，行政院长去，然后就是板着脸，像仇人一样，让我想起2008年台南大地震。当时行政院长是张善政，然后市长是赖清德，然后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去台南的时候做了什么事啊？完全的以地方以灾情为主，谦卑非常那个，所有的事情你讲了我都答应，我全力的那样子。所以呢，我觉得为政之道啦。政治啦，不是只有政党恶斗而已啦。政治真的不是只有政党恶斗，人民是眼睛是雪亮的啦。有些东西是我跟你讲，有些东西你想要用那个媒体啊，这样铺天盖地的去搞啊，那个跟打广告一样，广告短期有效，但是长期还是要好产品，对不对？你不可能靠一个广告然后撑4年了，不可能的啦。所以我并不看好这样子的，这个有他的策略的，他的策略，但是我也觉得迷途知返，这个策略真的行不通了。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到底现在是执政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观感？最新的一个说法，这个是呢，国民党立委叫罗廷伟，他讲了，他说食药署里面用人唯亲，绿油油啦，要求邱泰源给一个交代啊。最主要他提出了几点，包括说呢，现在说在食药署药品科里面就专门给药证的，既然呢他的爸爸其实是在开生技公司啊，换句话说，他就说这有没有可能他女儿给他爸药证这个。就是必须要来回避嘛，他认为这个不太适宜。另一个呢，只是说主秘的女儿也在这边当助理审查员，他觉得这样子有没有回避的问题呢？还有的是国会联络人，据说啦，这位副审查员其实呢资格不符，但是因为某绿委
他强调绿委的关注，结果呢，后来他就进去里面工作了，所以他就想要问说到底里面是不是绿油油一片？邱泰源的讲法是说，从头到尾他知道跟他有插杂柜这个人事的部分，只有一个人叫做食药署长他强调现任署长庄生宏伊马波学塞。聘用他之前没有见过面，一切呢都是各个药剂大学这边出来推荐出来的。他认为啦，用人为才。好，可是呢，柯老师说绿油油的不是只有食药署这边。想请教一下柯老师什么状况？没有，就是说，当然说，民进党用自己的人，你要看用在什么地方。那我们今天就发现，在这个国科会当中呢，它就是每年有补助的一项这个子计划当中，一年花4800多万，这个对我们这个社会人文科学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数字。就是你看他的这些咨询委员摆开来7个咨询委员当中有5个，大概就是像民进党智库或者过去赖清德等等。我那时候就提出来说，你如果告诉我这个咨询委员是属于这个国政白皮书、赖清德的国政白皮书，或是民进党智库，没有话讲。可是国科会里面学者这么样子的多，那为什么一定要是集中在这一些已经具有这么强烈的背景的，还包括他们所谓的海外研究员，这些是这个岛国前进，我觉得我都没有意见。但是你的人员的筛选的遴选的标准，这些所谓的海外研究员的这个人员的这个遴选的一个标准到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么多集中在一个具有满满台湾价值的？当然。我还是强调鼓励这些海外的人员，但是你可不可以让他这个背景更多元化一点？来，我帮老师念一下。来，海外研究员有谁？有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的儿子吴迪，然后岛国前进发起人陈为廷是担任政策研究一职，他们都可以来去做。如果他们有相关的他们有相关的学经历，没有问题。而且国科会已经有非常多是在鼓励这个海外人员的部分，只是这个经费4800万一年当中一路排下来，你看那个绿的背景，我要是不讲的话，是那个性骚的，太阳花的好那个部分里面。可是陈为廷本身也是会念书的人，所以我一直强调，你不能因为过去他做了哪些的事情，你就否定他。只是他所条列出来的这么多的一个背景当中，难道你不能让它更多元化？那更不要说我们今天也会提到这个资策会的这些里面，它里面的这个执行长，这个跳的也非常快。过去是赖清德时代的时候的他的法务局，然后他现在到副执行长，现在变执行长，然后他现在这个董事长也是他找过来。那为什么会引发一些的争议？就是因为过去像吴世光这个过去那个经济部部长下来，然后兼资策会董事长说当然是不知心的。可是他目前觉得说，我既然是专任，那我是否要打破过去的成规，我也要能够有这个 first time job 的这样的一个薪资，种种之类的。那再加上一路过来，所以我们只是提出来。有绿的背景，就像今天范云质疑我的，学术界里面3个就有1个是支持民进党，难道这样不行吗？可以，但是呢，你这么一大块的这个讯息下来，你可不可以让你的部分更多元？立法委员提出质询，然后来问我们像现任的这个国科会的主委，他也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好吧？那我们当然就是他还没准备好，没有，他也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他要回去了解，所以我们只是提出问题，提出现状，然后当然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给我们一个解释。人才很多，那一定要完全执着于只有这么一些人吗？这是我们最大的疑问嘛。对，人才很多啦，我们绝对强调中华民国人才非常多，但是你是不是都一直只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捞人才？那这个篮子里面人之外的你就看不到嘛？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非常在意的原因，是因为包括啦，刚刚这个洪文姐她爆料说，这一位是不是信赖背景？因为呢，这一位资策会董事长黄仲明过往猫李淑光等等，他们是不执行的，但是呢，他不但要求薪水，还要红利，他就说这个算不算是高人一等？那还是因为他的岳父是国策顾问，所以呢会有不同样的待遇。还有一点是什么？还有一点是发现了说，怎么好像8年95亿的媒体预算，通通都是特定媒体啊。那特定媒体标到的特别多。好，这个预算呢算出来就会发现了，有一家是拿多少？55.8亿，另一家是拿多少？是拿39.5亿。那如果说是这样子，大家要在意的就是钱位置是不是就是特定的颜色才有办法？还是你是真的用人为才？你的才怎么界定？来。我想先讲一下媒体这部分因为我想无论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确实都会跟媒体的公司合作了。那包括
地方政府其实我就讲，就是本台也有，那其他台也有嘛，大家都会，所以我是说，就只是检视这2间媒体，我觉得会好像有一点错失掉这个大局，就是说地方中央政府为了行销、为了宣传、为了政府的一些法令宣导等等，确实都会跟这些新闻台合作，我觉得这应该还好啦。好，但另外一个部分提到了就是说，例如刚刚提到这些什么绿营的人士是不是安插在这相关的单位里面，我是讲2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台湾人口2300万。不能因为说谁的家人是谁我就失去了参与这个位置的资格。我觉得这个概念不太对哈。所以包括刚刚提到说谁的父亲是谁或者是谁的亲戚是什么国策顾问等等，我觉得然后他就应该要就是这个缺乏这个资格去参与这个位置嘛。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了哈，应该还是要基于说他的学术背景他对议题的一个专业程度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凭空去想象这件事会比较好了。但另外一个部分我要提到是这样。我其实刚刚想回应一下刚刚提到几件事情，但我很快讲，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家都会期待说，政治人物，尤其是国家级政治人物，可以有一些高度跟宏观跟风度在。那我觉得其中一部分，其实韩国瑜确实院长有展现这个部分，包括他肯定到赖清德提到这是这个10月5号的相关演说内容包括等等。那赖清德我觉得也非常致力于其中就包括在我们提到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之后，第2句话他就是感谢韩国瑜这团队这段时间非常非常辛苦。所以我觉得政治有时候吵吵闹闹，但是我也想象就是说我们竟能去跳出这些政治攻防的一个范围，真的就事论事，然后针对民生的问题，大家可以达成一些进展。好，但是想要请教这个嘉俊原因是因为罗廷伟这样讲的讲法，是因为说呢，就法律上面、法源上面，好像是其有一些部分是需要回避的嘛。是，就是公务人员任用法第26条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各级主管这个长官的配偶跟3等亲以内的血亲、姻亲都要回避任用，所以哪有可能说发生说爸爸做药，然后女儿发药证的事情这跟球员兼裁判有什么不同那当然，这个包括这个信赖之友会台南分会的会长黄仲明打破这个职务不知心的惯例。我听说了，我听外面说他要求1个月薪水要40万，是高于副总统。我记得副总统的薪水是39万，然后行政院院长的薪水是38万，他直接开说他要40万1个月。而且呢，过去呢资策会是不与民争利的，他是没有在做业绩的。他现在一上任之后，他就要求呢各部门要有业绩，而且这个业绩的盈余拿来做什么，你知道吗？业绩盈余就是要当做董事长的年终奖金。不可思议可以这样对，而且他原本应该是官派，那为了要回避申报财产，他甚至有要求以这个专家学者的身份进入，虽然最后没有成功，那可是也会让人家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你有必要去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其实的确会让大家去想说，这就是一个用人为虑、用人为亲的一个时代，所以的确会引人很多臆测啦，也希望说尽量还是要回避这个状态，否则我们国家到底要怎么继续发展、继续进步呢？可是问题是，大家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现在时代会这样啊。对，我觉得那个媒体的这件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媒体是要来监督政府的，可是呢，每年呢政府花这么多的这个预算，我们现在只算了2家电视台，你如果再加上中央社再加上其他的这个媒体的话，可能1年有20-30亿跑不掉。政府拿我们人民的纳税钱，然后1年花20-30亿让我们看这个政府的这个宣传，这什么道理啊？而且呢，他的这个宣传呢，不是广告，不是你可以很容易辨识的广告，它藏在新